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本事的人不一定能出人头地？兄弟们，咱们今天聊一个扎心的话题：为什么你这么有本事却还没火？或者说，为什么隔壁那个只会拍马屁的王二职位升得比火箭还快，你这个天天加班、业务精通的老黄牛却还在底层苦苦挣扎？早在2000年前，东汉有一个叫王充的思想家，就在他的著作《论衡》里写了一篇神作，叫《冯喻篇》。这篇文章简直就是写给所有怀才不遇者的清醒剂。王充一上来就扔出了一个核弹级的观点：贤不贤，才也；育不育，时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有本事，那是你自己的素质；但你能不能得志，那是老天爷给的机会，是时机的问题。大家发现没有？咱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但现实往往是，努力了只是温饱，成功全靠运气。王充说得很透彻：才高行节不一定尊贵，能博操拙不一定卑贱。这话听着很丧，对吧？但这就是真相。王充观察到，这世界上有的人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结果一辈子蹲在社会底层，退在下流；有的人能力平庸，人品低劣，却能飞黄腾达，在众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世界的运行规则并不是按照谁更优秀来奖牌的。我们要先打破一个滤镜，职位高低不代表才华高低。王充告诉我们，处于显赫地位的人未必真的贤能，只是他们遇到了；而在底层摸爬滚大的人也未必愚蠢，只是他们不遇。这就是冯喻篇的总纲：进在遇，退在不遇。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历史的深处，看看那些大神们是怎么被运气玩弄的。王充在文章里举了第一个著名的例子：伍子胥和伯嚭。这俩人都在吴王夫差手底下打工。伍子胥大家都知道，国之栋梁，为了吴国呕心沥血；伯嚭呢，典型的奸臣，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伯嚭受宠信，加官进爵；伍子胥被逼自杀，脑袋还被挂在城门上。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夫差是个昏君。好，那我们看另一对，伊尹和箕子。这俩人都是当时的顶级天才。伊尹遇到了成汤，成了开国宰相，名留青史；箕子遇到了商纣王，结果只能装疯卖傻去当奴隶。王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扎心的概念，叫趋射耦合。什么意思？就是你和老板的节奏能不能对上。场景一：贤臣遇贤君，老板想搞一番大事业，你刚好有治国安邦之才，你们俩一拍即合，这叫遇故宜，遇到是理所应当的。场景二：贤臣遇昏君，老板只想吃喝玩乐，你天天劝他要勤政爱民，老板看你就像看个扫兴的苍蝇，你不仅不会被重用，还可能被开除，甚至丢了命，这叫不遇故宜，不被重用也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别再问为什么我这么优秀却不被老板喜欢了。王充告诉你，因为你优秀的点正好是老板不需要甚至厌恶的点。你的忠诚对一个想搞腐败的老板来说就是最大的威胁。有些人不服气，说那如果老板想干实事，我是顶级天才，这总该行了吧？王充冷笑一声，拿出了2位重量级人物，孔子和孟子。孔子在陈国、蔡国被围困得差点饿死，孟子在齐国、梁国兜售学说，却被到处冷落。难道是齐王、梁王不想治理好国家吗？不是。王充说了一个很精妙的逻辑：才下之前不能用大才也。他打了一个比方，能驾驭千里马、记录的人必须是王良，古代神车手；能领导大禹、高陶这种大神的人必须是尧舜。如果你只是一个只能开夏利的老板，给你一辆 F1赛车，你根本驾驭不了，只会撞车，摧横折耳之患。
同样的，一个只有中等才干的领导，面对一个拥有顶级战略眼光的大臣，他听不懂你的话，甚至会觉得你在装 X， 在挑战他的权威。王充说，圣贤的话往往追求的太高，圣贤勿高。对于凡夫俗子来说，这些话太难执行了，所以大才去应聘小岗位，小老板受不了，这叫不遇故疑。大家看，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老板的错，这是段位的错。有时候你混得不好，可能真的不是因为你不行，而是因为你所在的平台太小，你的老板接不住你的光芒。如果说上面那些是因为老板太烂或者老板太弱，那如果老板是顶级圣人，臣子也是顶级贤才，是不是就一定能遇呢？王充又给出了反例，虞舜与许由，太公与伯夷，这几个人全都是当时的顶级流量，道德楷模。舜和许由都生在尧的时代，舜成了接班人，许由却躲进山林里洗耳朵，拒绝当官。姜太公和伯夷都生在周武王的时代，姜太公受封齐国，吃香的喝辣的，伯夷却在首阳山活活饿死。王充的分析极其深刻，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这其实说的是风格与时代的匹配。王充认为，许由和伯夷追求的是极端的、纯粹的道德高地，属于皇者之辅或帝者之左，而尧舜、武王他们面临的是现实问题，要解决混乱，要讨伐暴君。简单说，尧舜走的是实用主义路线，许由走的是理想主义路线。这就好比两家伟大的公司，一家在搞颠覆式的科研理想主义，一家在搞改变世界的商业落地实用主义。两边都是顶级天才，但因为道不同，注定无法共事，所以进用形偶，退隐操为。你跟时代的节拍合得上，你就进；合不上，你就退。这不是才华的问题，这是生非其事，出非其时。讲到这，你可能想问，那难道我就只能坐以待毙，等运气降临吗？王充讲了商鞅见秦孝公的故事，这绝对是职场面试的经典案例。商鞅见了秦孝公3次，第一次讲地道，秦孝公听得睡着了；第二次讲王道，秦孝公还是觉得没劲儿；第3次讲霸道，怎么快速变强，怎么杀人获月，怎么抢地盘，秦孝公听得膝盖都往前挪了，直接拍板就你了。王充分析到，商鞅的帝王之论精不精妙？当然精妙，但秦孝公不想要啊，他想要的是霸说，所以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你方案写得再漂亮没用，关键是看方案的人觉得它好不好。王充在这里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为了玉，有的人会改变自己去迎合，就像吹笙的工人，越王不喜欢高雅音乐，工人就改吹野调子，越王大喜。如果你能为了迎合老板而改变，那你就容易遇；但如果你坚持自我，那你可能就要面临不遇。这是每个职场人都要面临的灵魂拷问：你是要做那个坚持吹高雅音乐被扫地出门的乐工，还是要做那个改吹野调子拿高薪的商鞅？最让老实人感到气愤的是什么？是有些人没本事、没操守，却混得风生水起。王充在冯玉篇里一点没客气，点名批评了一堆人，比如战国时的窃簪之臣和鸡鸣之客。孟尝君喜欢那些有小偷小摸本领的人，结果那些人就派上了用场，这叫以有捕于人君。虽然手段猥琐，但对领导有用，所以他们遇了。更离谱的是吉入和邓通，这两人有啥才华吗？没有。有啥技术吗？也没有。他们唯一的优势是行家顾贤，皮媚色称，说白了就是长得好看，长到了汉惠帝和汉文帝的审美点上。王充叹了口气，好容人所好也，其欲故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家长得好也是一种资本，他们愈合也是理所应当。甚至还有像魔母无言这样因为丑得出奇而被重用的特例。
总结，所以你看，王充把玉拆解成了几个维度：技合，你的特长刚好老板需要；色性，老板看你顺眼；奸小合智，你会揣摩老板心思，哪怕是邪路子。这世界从来不是只有一条上升通道。明白了这个，你可能就不会对那些靠脸吃饭或者靠拍马屁上位的人那么愤愤不平了，因为那是另一种维度的匹配。王充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反击了当时流行的成功学。当时的人说，如果你不被重用，那是你自己的错，你得研究老板的喜好啊，你得磨练自己的话术啊，你这就是夏天送火炉，冬天送扇子，老板能理你才怪。王充反驳说，你说的清朝，他讲了一个周朝的老头，白发苍苍在路上哭，别人问你哭啥？老头说，我这辈子想当官，却从来没遇到过机会。我年轻时学文，学成了想去求职，结果老板喜欢用老人，那个老板死了，新老板喜欢用武，我赶紧去改练武术，武功练好了，新老板又死了，现在的年轻老板喜欢年轻人，可我已经老了。这不就是典型的时代抛弃你时连招呼都不打吗？王充说，仕宦有时，不可求也。有些东西你刻意去迎合是迎合不来的。你刚学会了 Python， 行业流行低代码了；你刚练好了直播，行业转投 AI 了。更何况真正的聪明人是有性格定型的，性定制成。你让他一个一身傲骨的人去学摇尾乞怜，他做不到，也没必要。文末，王充给出了玉的最高定义。他说，如果一个人的成功是靠提前调研老板喜好，精准投放方案，这叫做揣，那不叫玉。真正的玉是邂逅逢喜，遭触上意。就像你在马路上捡到了钱包，像天降神奇，它是偶然的，是不期而遇的。王充想告诉我们什么？他不是让我们躺平，而是让我们放下对结果的执念。一，承认运气的成分。成功了，别觉得自己牛得不行，那是因为你刚好撞上了时代的风口。耦合。失败了，也别觉得自己一无所处，可能只是你这把扇子生在了冬天。二，坚守自己的贤，才能和品德是自己的，这是你唯一能掌控的东西。三，理智看待社会评价。俗人总是因遇而誉之，因不遇而毁之。看你成功了，就夸你是天才；看你落魄了，就说你没本事。王充告诉我们，这种评价根本不值钱。冯玉篇2000年来治愈了无数失意的文人，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上，做一匹千里马是你的尊严。至于能不能遇到伯乐，那是上帝的掷骰子游戏。如果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你手里只有一把扇子，别急着扔掉，守住它，那是你的志向。万一夏天很快就到了呢？讲了这么多喻与不喻的故事和道理，王充最后给喻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正本清源，打破世人对喻的误解，也点明了冯玉篇的核心启示。首先要分清喻和揣的区别。且夫喻也，能不预设，说不溯句，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喻。真正的喻从来都不是刻意准备的结果，才干不会提前预设好去契合君主，言说不会提前准备好去迎合君心，不过是偶然间契合了君主的喜好，恰巧触动了君主的心意，这才能称之为喻。反之，如准主调说，以取尊贵，视民为揣，不名曰喻。要是提前揣摩君主的心意，调整自己的言说和才干，以此来求取高官厚禄，这只能叫揣度，是刻意谋求，不能算是真正的机遇。为了让大家更明白，王充还举了通俗的例子区分必然和喻。春种谷生，秋刈谷收，求物务得，做事事成，不名为喻。春天播种谷物就能生长，秋天收割谷物就能收获，努力求取就能得到，用心去做就能成功，这些都是付出就有回报的必然结果，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能叫喻。不求自治，不做自成，是名为喻。不用刻意求取却自然到来，
不用费心去做却自然成功，这才叫遇。就像在路边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在荒野里捡到别人丢弃的物品，没有刻意寻找却意外收获，这才是机遇的本色。真正的遇更像是上天赐予，大地孕育，又像鬼神暗中相助，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春秋时的秦西是秦国的大臣，特别赏识百里奚的才干，多次向秦穆公举荐，秦穆公都不听，最后秦西以死相见，头撞在朝堂的柱子上而死。秦穆公被他的忠心打动，终于重用百里奚，秦国也因此强大起来。秦西的举荐能成功，离不开他的忠心，也离不开那一份死谏的机缘。战国时的鲍叔亚和管仲是好友，知道管仲有惊天伟地之才，齐桓公继位后想让鲍叔亚做宰相，鲍叔亚却坚决推辞，极力举荐管仲。齐桓公最后重用管仲，成就了春秋霸业。鲍叔亚能举荐成功，离不开他的识人眼光，也离不开齐桓公求贤若渴的机缘，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遇。反观如今的世俗之人，既无法说清遇与不遇的真正道理，又容易陷入偏见，就遇而遇之，因不遇而毁之。看到一个人得遇机遇，身居高位，就夸赞他贤能无双；看到一个人错失机遇，身处底层，就诋毁他愚钝无能。他们只看最终的结果，只论已成的事实，却不会考量一个人的操守是否高洁，不会审查一个人的才干是否出众。这便是世间对机遇最大的误解。王充写冯玉篇，从来不是否定贤才的价值，也不是宣扬机遇至上，而是想告诉世人，才干德行是立身之本，时势机缘是成事之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贤能之人即便不遇，其德行才干也不会因为地位卑微而贬值。孔子孟子虽未得重用，却成为千古圣人，思想流传后世。庸碌之人即便得遇，其浅薄本质也不会因为地位尊贵而改变。那些靠阿谀奉承得势的小人，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生在世，立身靠己，机遇靠天，不求刻意迎合君主，不失本心操守，纵使不遇，也无愧于己，无愧于道；纵使得遇，也不骄不躁，不忘初心。这便是冯玉篇留给我们最深刻的人生启示。伦衡冯玉篇的核心是打破贤必遇，遇必贤的世俗偏见，点明仕宦臣服的关键在于才与时的适配。才德是自身根基，时势是外在机缘。君臣同频，道义契合，恰逢其时，方能得遇。纵是贤才，若遇小主，为时事，不合君心，也难逃不遇的遗憾。机遇无常，却不必强求，坚守本心，修炼才德，纵使不遇，也能活得坦荡；纵使得遇，也需坚守底线，方能不负己心，不负苍生。在这个快节奏、讲究成功学的时代，王充的这盆冷水其实是温热的。他提醒我们，贤不贤看才华，遇不遇看时机。才高行节的人不一定能保住尊贵，能博操拙的人也不一定注定卑贱。如果你正处于人生的巅峰，请保持谦卑，因为你可能只是刚好遇到了属于你的季节。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也请不要轻蔑自己，因为你只是还没碰到那个春种秋收的循环。正如王充所说，那些高洁的灵魂往往不为力动，性定至诚。无论这个世界是否给你应有的回馈，保持你的才学，坚守你的品格，因为才干是你的骨架，而那个玉只是命运点缀在你身上的衣裳。感谢大家看完这一期道物阅览，愿你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既有商鞅应变的智慧，也有博衣守节的傲骨。最重要的是，当属于你的那个玉到来时，你已经准备好了。